我在1年前拍了一个视频，视频的内容嘛是说防止手机被监控、被定位的一些方法，包括一些技巧。那没有看过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那很多朋友呢，在视频下方留言，留了各种各样的内容。那我今天就翻了一下那里面的评论，那发现那个时候我在讲的内容里面很多不是非常详细的。那今天呢，我把这个非常详细的过程给大家稍微说一下。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视频内容呢看得完整，因为在视频的后面还有很重要的内容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浪漫哥。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是有帮助的话，不要忘了订阅、转发，勾起旁边那个小铃铛哦。那我先说一下那个技术原理。那说到这个技术原理呢，首先你这个人是这个当事人才能去说得清楚这个技术原理。因为在早期的时候，我是在深圳的华强北那边做的是儿童手机那一块的。而儿童手机的那个板子本身不是智能手机的板子，但是那个时候做的就是做到现在目前为止的这些功能。这几样功能说一下，大家也就理解了。第一个功能就是打就通的功能，也就是设置里面有个监护人的家长的号码，只要这个监护人打了个电话，一打就通，就能听到周围环境的声音了。也就是它那个麦克风呢，就是听周围环境声音的一个功能，也就是防止小孩那个周边有什么事情发生，他能听周围环境的声音的这一个功能。那它第二个功能呢是说定位。其实当时定位的就两种方式定位，一种呢叫基站定位，基站定位就是手机信号定位。第二种定位呢是 GPS 定位。当你手机信号有的情况下，你的 GPS 还能使用的情况之下，它就可以用 GPS 定位的话去定到准确的位置。这就是在平台上面可以显示出来的具体内容，一个地图，然后呢点，你的轨迹路程轨迹都在显示出来。还有呢就是陌生电话打不进来，这个就是一个通话拦截的一个过程。但是那个儿童手机呢，它是小小的这么大点的，是卡通型的，所以一看这就是儿童手机，就是外形上面就可以看出来的。因为这种手机呢，当时是只能适合于儿童小学生这一块的。那后来我们自己在那边卖这个儿童手机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初中生这些这个大的孩子不想用这种卡通的很幼稚的这种手机。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想用一些那个时候的智能机，在里面进行加工，然后给他那个小孩进行使用。这样的话呢，家长毕竟小孩的判断能力还是有限的，有些时候碰到一些被威胁、被骗的这个情况的时候，能及时的制止他，包括保护他。这个是当时我们那个时候的思路。那现在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时候手机到底是什么样子，就知道了。那大家看一下，就这样的手机，就这样的手机，你看到没有？当时的手机清清楚楚吧？打电话正常打电话，智能手机。那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呢，在这个手机的上面呢，都会打上一些标识，这样一来的话，可以强调这个是学生用的手机，保护孩子的这种手机这个性质是这么一个情况的。当时嘛，我们是考虑到这个保护小孩的过程，是这么考虑的问题。那后来这个手机因为有点那个太大众化了，那对应的一些销售平台呢，也不能让它卖。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把这块项目给停掉了。原来我们是把这个项目叫名校保，名校保顾名思义，就是说你要读名校的话，相对应的话会让孩子读名校的这个几率会高一点的，是这样的，保护孩子的手机嘛。那很多朋友会问了，你这个手机的这个原理，包括它里面的功能是些什么呢？如何去防范呢？所以我要先说一下毛的过程，然后后面我再说一下盾的过程。那毛的过程就是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功能是什么。这个功能就是儿童手机所具有的这些功能它都有，也就是周围环境声音也都能听到。设置一个电话号码，只要这个电话打过去的时候，这个手机不响就能听它周围环境的声音，这个就是儿童手机的打就通的功能。那第二个功能是这个定位，定位的话是手机信号定位，跟 GPS 定位是一样的。那 GPS 定位的话，它反馈过来的是叫经纬度，
然后你在那个地图上面输入这个经纬度，它就会定位到那个点的位置。如果是手机信号定位呢，也就是你这个手机连接到那个基站那个数据那个数值，这个数值可以在专门的一个网站上面啊，你输进去，它就会定到那个大概的位置，它会有这么一些数据体现出来的。相对应手机信号定位，它只是这个范围 ，GPS 定位它是定位到点。还有一些功能呢，就是通话录音上传的指定邮箱，也就是它通话以后呢，它那个录音上传到那个指定的邮箱，那个邮箱的话，你就去听一下，那个内容就知道了。当然我要声明一点，我这边是不卖任何这些东西的。我今天做这个视频的目的是告诉大家如何去防范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有这个技术存在，让大家如何去防范保护自己的隐私的一些过程。在保护自己隐私的之前，你如果不知道锚的原理，你是没有办法去防范它的。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个内容讲得非常详细，请大家理解一下。那我再说一下它这个手机它是如何去把它设置进去呢？在早期的时候，它是使用的是一种叫短信息的这种方式去设置它，也就是发送一个短信息过去，那个手机是收到了，但是它不显示那个短信息的内容，它就执行那个短信息里面的指令进行隐藏的设置。那后来呢，科技发达了，网络呢有3G 4G 啊，这起来的时候，流量已经成为一个很廉价的这个产品的时候，就出现了另一种模式，就是推送。那我名词解一下，什么叫推送？推送就是说你在手机上面搜到的所有的比如说什么广告啊这些东西的那个内容啊，突然弹出来了，那个就是推送的一些信息，软件上面有连接的推送，这个就是那个推送。那后来就是用客户端的推送指令，只要你的手机上网，它经过你的推送指令以后呢，推送到你这个手机上面来，然后进行设置。那这种方式的话就更简单更明了了。那像这种的话，它安装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它这种安装的过程是有2种模式。那一种的话就是带图标的，就是在手机上面正常安装这个流程，然后点击一下它就启动一下，给它各种权利都选择允许就可以了，然后启动一下，那边发推送指令，这边就设置好了，这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那这种呢是最简单最直接的。那这个的话，在软件的系列里面会找到这么一个东西你可以直接点击卸载掉，那就没事了。还有一种呢就是 root 越狱，就是本来这个所有的手机都是有把锁的，你做了这些动作以后，就把那个锁给开了，可以做到里面内核的东西来。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它做到系统内部没有图标了，可以做到这一点。发指令什么内容你在卸载界面里面都看不到，就等于说你这个手机的内核里面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那肯定朋友会说，那个手机上面不会有那些图标吗？其实说实话，这个图标使用后激活了以后，这个图标是可以把它处理掉消失掉的。这个图标的目的只是起到一个激活的作用，也就是说变成了在手机的开机界面自启动一开机就启动这么一个过程的原理。那我现在再说一下盾牌。既然有锚了，自然也要有盾，有盾就是防范它，也就是防御它。如果说你觉得你的手机被定位被监控的话，你有怀疑，那么你去找一下管理器里面有没有不认识些软件图标，你把它卸载掉，这个是最简单也是最原始的方法给它处理掉。还有呢，你就下载一些安全软件。安全软件呢，它有个特点，它会寻找一下经常使用大流量上传数据包的这些软件，还有它同时能找到不需要那么多权限的，但是它要超额使用那些权限的这些软件，会提出来，会提醒出来，会让你选择性的去处理这个软件是如何去处理。这种方式的前提条件是这个手机是按照第一种模式安装的方式去安装的，是用这种方式是可以处理掉的。但是它有第2种方式，如果植入内核的话，这个权限是比你的安全软件的这个权限更高一级，它是没有办法去探索到高一级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它是查不到它的存在的。怎么解决？在正常渠道去购买的手机，不要去
骆驼，手机设好这些安全密码之类的呢，不要让其他人知道，而且不要轻易的去搜别人赠送的这个手机。如果你收的话也没有问题，收了以后拜托你一件事儿，到当地的运营商那边去刷机，用原始的那个刷机包把它刷的完完整整，给它刷干净了就行了。这是一个唯一的解决方案，没有替代方案。那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东西到底长什么样的，个说明书到底是什么内容。大家跟我来吧。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啊？看，点击进去看一下啊，这个看一下就可以了。看一下这个日期啊，14年生成的，看到没有？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说明书给大家看一下吧，这个主要的说明书看一下就行了。终结说明书，看这个，有一个是看内容，这个内容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啊。这个所谓的警啊，所谓的这个命令，这些都是属于的命令行。这是短信息的方式啊，收短信息的方式，那手机上不显示。这是短信息的方式，可以看一下这个命令行。这是早期的一个方法。那还有的话是，那这种嘛是推送内容，可以看一下，大概的，给大家看一下说明书，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在市面上面流通，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啊，做到一个心里有数，防范于未然的这么一个目的。今天这个视频是个干货吧？浪漫哥肚子里的东西好多的。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喜欢我的朋友请订阅我的频道，转发，勾起旁边那个小铃铛。再见，拜拜。